Hello，各位开拓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单推克拉拉的小熊。今天让我们来聊聊在克拉拉队伍里面星期日跟记忆组的差别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先做个免责声明哦。这部影片的内容全部都是仅限在克拉拉队伍里面的表现去做讨论，并不是在单纯的分析这两个角色在各种环境的优劣。星期日肯定还是有着很多很需要他的队伍，像是一些能量需求高的角色，或是召唤物体系等等。但我影片就只聚焦在克拉拉，所以不要再跟我说我觉得不好用，是我游戏理解有问题，菜就多练，不要自己烂孩子型角色。你配其他的谁玩其他队伍，明明玩得很开心之类的，因为我也没有讨论其他的队伍。OK，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。最近有收到观众询问，说看到我的影片都是带记忆组比较多，没什么在用星期日了。问说在克拉拉的队伍里面，星期日是不是被记忆组优化掉了？关于这点，在前几部影片里面也有提到，当前的版本在讨论带生存位的情况下，克拉拉最适合的队友就是带体宝、知更鸟以及风景。异魂体宝以及异魂的知更鸟就是他最理想的队友。像主播我自己，目前都是只有在玩3拐1的时候，才会再去带星期日这类型的单体拉条拐。星期日算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角色，除了拉条以外，就是可以给20% 的爆率、一些爆伤，以及帮队友充能，外加一点残点的能力。因为克拉拉是基础速度只有90的慢速 C， 不建议主动用装备的词条去换取速度，因为这样会降低太多反击的伤害，不值得。所以星期日在配速上就会是走高速，不会是走134速，主 C 的速度减1的这种配置。我自己在玩克拉拉的时候，一般会让星期日的速度比158速稍微慢一点点，因为游戏内大部分的精英怪速度都是落在158.3速。虽然说现在有的怪物速度更快，有的是174甚至更多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让克拉拉在敌人先打过他，上了反击标记之后再打战绩，只要让克拉拉动得比敌人的第一动还慢就好。真的要说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参考我之前常用的轴，星期日先把克拉拉拉上来，然后在克拉拉自己的回合再让知更鸟开大。因为我们是让星期日走高速嘛，所以在知更鸟开大拉条之后，星期日永远都是跑在克拉拉前面的。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克拉拉的2次战绩都吃到知更鸟的增伤覆盖。再来是记忆组的部分，第一个重要的地方，记忆组本身的普攻跟大招，还有米妮的转圈圈，都有着非常高的攻击频率，可以帮体宝跟知更鸟回能量。假设在知更鸟的一个大招轴内，记忆组普攻了3次，米妮转个2次，然后开一个大，对比星期日，这样就直接帮知更鸟多回了12能量了。然后因为记忆组的大招跟米妮的转都是对群体，在对群环境下，也可以帮体宝回很多能量，让体宝更快的开出大招。而且因为记忆组有着进攻跟削刃的能力，在打虚构或末日的时候，也相对的比较有办法吃环境。第二就是记忆组跟米妮是场上2个各自独立的个体，可以帮队伍分摊扩散攻击或是那种随机弹射攻击的伤害，舒缓生存压力。而且如果记忆组跟米妮同时被打到的话，他们是会吃到双倍回能的。在拉条的这块，其实记忆组比星期日还要灵活很多。星期日拉条的时间点就是固定在那边，也许你会说可以带风套，但星期日本身给的拐力就有限了。以一个0+1的星期日对克拉拉来说，要带10多套才有办法赢记忆组一点点。你如果想让星期日带风套，那拐力的部分可能就不如记忆组了。而记忆组的部分，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，因为它不是动越多次就拉越多条，所以没有一套绝对的配装或建议的操作手法。你可能会看到我最近打0T 的影片，大部分都是用记忆组，但我不会出关于记忆组的攻略，或是教你该怎么配速。这是因为它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，像是怪物的速度、攻击模式、范围攻击的多寡，以及我想要的轴，再去确定说我什么时候要战绩，什么时候要普攻，或是什么时候要带风套，什么时候不用带风套，什么时候要帮米妮补血，什么时候让米妮死掉比较好，去控制那个充能的进度，然后决定什么时候要让米妮拉条上来。这部分就很吃自己对手上角色以及关卡熟悉度的理解，没办法用只言片语去教会你们，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。每个环境需要的配速跟手法都不一样。前面才说过，因为克拉拉是一个打反击的慢速 C， 在装备词条的选择上不会去追求速度，导致他自己的速度都只会是很慢的80、90，主要靠队友去帮他拉条。所以星期日的配速也会走那种150、160的高速，这就导致说像遇到知更鸟这种全队拉条的效果的时候，星期日永远都会跑在克拉拉的上面。如果你想最大化星期日的拉条效果，那就只能死板的在克拉拉自己的回合再开知更鸟的大。
但是米米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。你可以透过控制它充能的进度，去让米米在克拉拉先行动完再拉它上来。它可以灵活的控在轴顶、轴底或是轴的任何一个位置，而星期日就是比较固定，没有变化的。可能有人会说克拉拉缺充能，星期日可以给它能量，让它多开大招，这是记忆组没有给它的。但克拉拉的能量上限只有110，开大之后回5，一次战绩回30，每次受击再反击也是各15。如果你是有带拉条拐的玩法，那实战上其实都可以自给自足了，记忆组给的就够。克拉拉有它自己的循环，在带星期日的时候，实战上反而很常遇到一个情况，就是星期日开大帮克拉拉充满了能量，可是它的强化反击次数还没有用完。那这时候要么你直接开大覆盖掉还没有用完的强化反击，不然就是让克拉拉在满能量的情况下挨打。变成说星期日给他的能量很多时候都是溢出了，再加上我自己现在2个账号都是满魂克拉拉，有3下强化反击，没被打到也可以上标记，所以就更没差了，嘿嘿。就拐力的部分，0+1的星期日在带斯夺套的情况下，赢记忆组一点点，但真的就只有一点点，那个差距不会超过10%。可是记忆组本身还有着输出能力，终结技跟米米的伤害都很不错，甚至还可以跟体保或知更鸟的充能起一些化学反应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忆组是免费的，而星期日基本上需要0+1起步，没有专武的星期日就不建议入克拉拉的队伍了，战绩点会不够用。这2个角色在造价的部分本身就差很多。虽然我上面讲的有很大部分都是基于3拐1的角度去做出发，但我做这部影片的用意也不是要推你们玩3拐1。我觉得说你可以不玩3拐1，但这不妨碍我让你知道说，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在哪些地方有差。对大部分的玩家来说，在带生存的玩法下，一个队伍只有2个位置可以放辅助，那正常情况下这2个位置都是放体保跟知更鸟会比较好的。而如果是真的遇到那种对知更鸟非常不友善的环境，像这期的诡异杀精，那我会选择把这个位置改成塞菲尔去确保下线。就像我不久之前才打了一个带塞菲尔手动3T 杀精，不过后面塞菲尔的大招伤害溢出了50多万，其实愿意重打的话，我的这个配置是可以打进2T 的。但不管你带的是星期日还是记忆组，克拉拉打杀精都不可能打进2T。主播我自己的账号是全部的直上拐都有抽，每个角色之间也都排列组合反复测试过很多次了。像我这种练度已经达到顶端的情况来说，体鸟带给克拉拉的上限绝对比用星期日带另一个辅助还要多。毕竟你看我的影片也知道，现在克拉拉的队伍就是一个多核队，体保跟风景的伤害都很高。而虽然知更鸟的攻击拐不了这2个吃生命的，但它1魂的抗性穿透提升还是相当的巨大，而且知更鸟还有其他像真伤或是蚊子腿爆伤的加成。它终究还是一个全体的光环拐，而星期日就只是一个单体拐。正常情况来说，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想要带生存位，而现在带生存的情况下，最好的队友就是体保、风景知更鸟。也许我的影片你们没办法照抄，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只是观赏的成分居多，做不到模仿。但实战的成绩会说话嘛，你打不出来，但你可以看着我打出来。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，但我的影片也告诉你了，克拉拉有机会做到，他是可以做到在带生存位的情况下混沌回忆0T 的，而且打的还是那种血量膨胀之后也没有物理弱点的岳父。而且我就是正常的带生存位去打，不是那种需要重开的，或是血量会很极限的拔生存位。但就是只能带这个组合啦，没有记忆组或星期日的格子，这就已经足以证明现在克拉拉在带生存的情况下，怎么组的上限会比较高。除非说你没有体鸟，可能单纯不喜欢所以不想抽，或是觉得这个鸟太旧了，不想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补，那才会去考虑改成放拉条拐。但我是觉得既然都选择了这种偏下位替代的组合，就没必要再去探究哪个比较好了。如果你是建立在带生存的玩法下去讨论，也许在挂机开 auto 的情况下，星期日稍微舒服一点点，但它毕竟多了2个金的成本。虽然如果单就这2个角色来说，可能星期日相比记忆组有着比较好一点点的舒适度。毕竟我知道有的人就是喜欢开 auto， 不想在那边研究什么牌轴，又常常会觉得米米的充能很不可控。对于那种喜欢开自动，觉得能过就好的玩家，可能大部分都会比较喜欢星期日。但这就我刚刚说的，如果你追求安逸，体鸟风不止安逸，打了也比带单体的拉条拐快。那如果你是有心想钻研的玩家，我相信记忆组带给你的乐趣跟灵活度会更多。而且记忆组喜欢对群，它的优势区间其实跟克拉拉喜欢的环境是成正比的。记忆组可以吃到红利的环境，克拉拉也会跟着喝汤。
星期日的部分你喜欢带你就带，如果你过去已经抽了星期日的，你用的也习惯，想继续带那就带啊。放在 2.7 的那个时间点，星期日当然可以抽，但到了现在的版本，是在时空背景的转变，在克拉拉队伍里，我就不太会建议再为了他去多投资这2个金了。我觉得预算可以留着抽其他更有性价比的选择。那这部影片到这边也就结束了，我是克拉拉熊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